天文学家在冥王星轨道外那片冰冷而遥远的柯伊伯带中，发现了一个以前一直藏在数据缝隙里的新结构，并把它命名为内核 Inner Kernel。 今天就让我们把视线拉向太阳系边缘，慢慢来认识一下这个神秘的内核吧。对柯伊伯带中这些小冰天体的新一轮精细分析显示，在距离太阳大约43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43倍的地方，可能悄悄藏着一条此前被忽略的系带，由一群冰质小天体紧密挤在一起组成，像一圈规整的暗淡冰环，而且它们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出奇的平稳，几乎都是标准的圆形轨道。如果未来的观测最终证实了它的存在，这个内核很可能是太阳系中最古老、几乎没有被后来剧烈事件破坏的一层地基，像一块保存良好的化石，为我们追溯数十亿年前外层巨行星是怎么在太阳周围挪动、重排轨道，提供一条非常珍贵的线索。在这段视频里，我们会一步步拆开来看，先说清楚这项新发现到底是什么，然后聊聊它背后用到的科学方法和原理，最后再讨论它对我们理解太阳系的过去和未来可能分别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这一趟前往太阳系边缘的纸上旅程，从认识柯伊伯带本身说起。在过去20多年里，随着望远镜变得更灵敏，数据积累的越来越多，人们发现柯伊伯带内部的结构远比最早课本上想象的那样简单一圈碎冰带要复杂得多。它并不是随手撒上一把小冰块那样的随机关联，而是被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些巨行星在早期无数次的引力拉扯中，一点点雕刻成了结构各异的星体家族，每一群都有自己的典型轨道特征。其中已知最重要也最常被提起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约在44个天文单位附近的核心区，那是一条很窄的带状区域，里面的天体轨道非常稳定，偏心率很低，也就是轨道几乎是圆的，和周围更杂乱的轨道形成鲜明对比。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一条安静的系带一直被当作重要标尺，被用来检验和约束各种太阳系演化模型。任何一个合理的模型都必须解释为什么这条带能完好的保留下来。最近，一个研究团队拿出了更聪明的工具，一种叫做 DSCAN 的现代聚类算法，用它重新把柯伊伯带天体的轨道数据全部梳理了一遍，相当于请来一位数据整理专家帮忙找出哪些天体真正属于一群。他们使用的数据集中包含了1600多个已知天体，这些天体的轨道参数不是随便估一估得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甚至10几年持续跟踪它们在夜空中的位置，一点点精确拟合出来的。这次分析并不是简单的看它们现在在哪儿，而是重点研究这些天体的轨道要素，比如它们平均离太阳有多远，轨道有多椭圆，轨道面有多倾斜。因为这些数字更能反映出长期稳定的深层结构，而不是某一刻的暂时位置。正如研究人员事先预料的那样，这个算法首先顺利地把已经熟知的 44AU 核给找了出来，也就是说，它能在一大堆轨道数据里自动认出那条本就该存在的稳定窄带。这一步相当于一个基准测试，如果算法连这条已知的核心结构都识别不出来，那后面发现的任何新特征都不可信，而现在它能做到，说明这个方法确实对真实存在的结构很敏感，而不是对随机噪声过度解读。不过，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并不是他认出旧朋友，而是算法在继续分析时又高亮出了一群类似的狭窄聚集区域。这个新团体大致集中在43个天文单位附近，像是在已知核心外侧紧挨着，又多画了一条细细的圈。这个新发现的分组明显不像周围那些轨道被拉得长长的天体那样，它们普遍缺少那种较高的偏心率，也就是轨道不会被拉成扁椭圆，而是显得更加规整。恰恰相反，这一群里的成员绕太阳运行的相当温和，轨道几乎是圆的，
而且它们距离太阳的远近非常接近，彼此挤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像是被刻意摆在同一圈轨道上。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特征，研究人员才认为这些天体更像是一个真正有物理意义的独立群体，而不是数据里偶然堆到一起靠运气形成的一次性统计巧合。更关键的是，当研究人员去调整算法里一些敏感的参数，换几种设定重新跑分析时，这个聚类结构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版本的结果中冒出来，说明它并不是某一次参数设置下的假影。在部分设定下，这一群 43AU 附近的天体会和原本 44AU 的内核连成一片，看起来像是一个稍微拉宽了一点的大核心区域。而在另一些分析条件下，这个新群体又会和原有内核明显脱开，清清楚楚地被算法画成一条单独的系带，让人怀疑这里是不是另有一层结构。正是因为这种有时连在一起，有时又分得开的变动性，研究团队才比较谨慎地把这个发现称为初步结果，而不是马上宣布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天体族群。总体来看，聚集的大致位置和存在的趋势是比较一致的，只是它究竟和 44AU 核算一体，还是算两层结构，这个边界到底画在哪儿，还要看分析方法设定的有多敏感。即便带着这些不确定性，数据里似乎多出一条拧得很紧的窄带这一事实，仍然抛出了几个重要问题，迫使行星科学家重新思考外太阳系整体的搭建过程。这种寒冷的低偏心率的天体一般都被视为太阳系的原始样本，它们是早期太阳系遗留下来的碎片，在几乎不受打扰的稳定轨道上兜兜转转了数十亿年，保存着当年形成时的记忆。这些天体通常躲过了行星大规模迁移、共振横扫、强烈引力散射等剧烈动力学事件的折腾，受到的影响最小，因此格外适合拿来还原早期环境。所以当我们在 43AU 又看到一个拥有类似安静轨道的结构时，这就暗示着外太阳系或许不是只有一层这样的冷静化时代，而是像树干年轮那样，可能有多层保存相对完好的古老结构。当然，到目前为止，负责这项研究的团队态度依然相当谨慎，他们更倾向于先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线索，而不是已经尘埃落定的结论。这篇论文现在还停留在预印本阶段，也就是说还在接受同行和后续观测的检验。接下来还需要更多、更精确的数据，来确认这条带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独立、可靠的结构。不过，多个测试设定下都能看到类似的聚集趋势，再加上它在轨道特征上和已知的 44AU 核心区非常相像，这些都让第二个内核这个可能性变得足够有分量，值得天文学家投入更多时间仔细研究。如果这个新内核最终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我们重构太阳系早期历史的时间轴上，就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标记点，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拼出那段久远年代的演化过程。在行星科学里，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些外层巨行星，像海王星、天王星，到底是通过怎样一连串的迁移和相互作用，才走到今天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大多数主流模型都认为，海王星并不是一开始就待在现在这个轨道上，而是在形成之后慢慢向外移动。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它用自己的引力不断拽动周围无数小天体，把它们的轨道改得面目全非。那些狭窄的、轨道很冷静的小天体种群就显得格外宝贵，因为它们就像在风暴中没被吹倒的路标，能告诉我们不管周围发生了多大的变动，这一块区域里的物质基本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已经确认存在的 44AU 核早就被科学家当作硬条件塞进各种海王星迁移模型里，用来筛选哪些情景是可能的，哪些一看就没办法保留这条窄带而被淘汰。如果在 43AU 附近再加上一条类似的冷带，那么所有这些模型就得面对一个额外的要求，不仅要保护住一条带，
还要同时解释第二条非常相近的冷静区域。换句话说，今后任何被认为靠谱的演化模型，都得能在外太阳系留下2条挨得不远但各自稳定的窄带，而不再是只照顾一条核心带那么简单。这一下子就大大压缩了海王星可能走过的历史轨迹。很多原本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迁移路径，现在在这2条带的约束下，就显得不太站得住脚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那种海王星缓慢平滑地往外飘的简单图景变得越来越难以成立，因为这么平顺的移动往往会在大范围内搅动小天体，很难在紧挨着的2个区域同时保留下如此平静的结构。相比之下，那些包含海王星轨道突然跳变的情景，比如在和其他巨行星复杂的引力拉扯中，轨道在短时间内迅速挪动一小段，反而更有机会解释为什么能留下2条窄窄的稳定带，因此变得更值得认真考虑。另一条思路则把目光投向了轨道共振这种现象，也就是行星和小天体之间在周期上形成某种节奏性的锁定关系。随着海王星慢慢迁移，它携带的引力共振区可能像一把扫帚一样扫过这一带，把部分小天体暂时锁在某些特别稳定的轨道组合里，从而在那一段时间内帮它们挡住了外来的剧烈扰动。等到共振区域继续往外移动离开这里时，被锁住的小天体就像被拆掉的模具留下的形状一样，留在原地，沿着当时被固定下来的轨道，形成一个紧密集中的小团块。如果内侧和外侧这2个内核真的都是在共振锁定释放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它们很可能就分别记录了海王星在不同迁移阶段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就像是2张在不同时刻拍下的历史照片。还有第3种可能，也许早在行星大规模迁移之前，年轻太阳周围的原始气体和尘埃盘本身就已经带着一些细致的结构，而不是一锅完全均匀的粥。如果那个原始圆盘里本来就有密度略高的地带，或者某些元素、化学成分集中在特定区域，那么这些差异在冷却凝聚之后，就可能以狭窄的小天体族群的形式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狭窄带状结构能够一直存续到现在，说明外太阳系在形成过程中，可能比许多传统模型假设的要更有条理，更受分区管理，而不是完全靠随机碰撞和混合塑造出来的。不管这个内核最终被证明是就地慢慢形成的，还是海王星迁移时共振扫过留下的印记，又或者是某次短暂轨道扰动的副产品，只要它真实存在，就必然会对我们如何书写外太阳系的动力学历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同时，这些研究还会反过来帮助我们改进对其他恒星周围行星系统的理解。在那些系统里，行星迁移似乎也很普遍。弄清楚小天体在我们自家太阳系中如何演化，可以为那里的小行星、冰体族群提供有参考价值的范本。无论最后是哪种形成机制获胜，这个内核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光是因为它位于一个关键的距离，更因为它显示出了极高程度的轨道平静性。这种安稳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条件，要让这样一条窄窄的冷带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保持完整，周围的引力环境就必须在很长时间内相对稳定，外部的扰动也得压到很低。这种长治久安并不容易实现，除非在行星形成和迁移的关键时期，太阳系曾经满足过某些特殊的条件，否则很难维持这种稳定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小天体群就成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让我们可以从侧面窥见太阳系早期真正的样貌。如果 43U 处的这条结构最终被确认存在，那么天文学家就得重新画地图，更新柯伊伯带的示意图，把那里至少2条相邻但彼此独立的冷静天体族群标记进去。这会直接改变研究人员对40到47个天文单位之间小天体是如何分布的理解方式，迫使大家用更精细的分区来看待这个区域的内部结构，而不是把它简单看成一块差不多都一样的地带。对那些专门做数值模拟、搭建演化模型的研究者来说，
这样的改变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他们必须把这些新约束直接加入到自己的计算当中。这个额外的内核会成为新的硬条件，用来限制海王星迁移的数值模拟过程，以及整个柯伊伯带动力学形成的情景。任何模拟结果都得能同时再现这些结构的存在与特征。换句话说，每一种拿出来讨论的迁移方案，都必须既能让两条冷带在历史风浪中幸存下来，又要说得清为什么我们还能在同一片区域看到那么多轨道偏心率、倾角各不相同的其他天体。这样一来，一些和新观测明显对不上号的模型就可以被果断淘汰掉，剩下的少数候选方案会逐渐收敛，让大家离构建出一个对早期太阳系演化自洽又连贯的故事版本更进一步。从观测的角度出发，目前该怎么往下走，其实已经相当清晰。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全面的天体数据。现在的多项巡天计划虽然已经扫过了很大一片天空，但对柯伊伯带的覆盖依然不够均匀，中间还留着不少没观测到或观测的不够深入的空白区，其中很多小天体本身又非常暗淡，加上距离太远，很难长期连续的跟踪观测，导致有些甚至还没被发现。已经发现的那一部分，它们的轨道参数也还存在明显误差。即将正式投入使用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将开展名为时空遗产巡天 LSST 的大型观测计划，它有望彻底改写这种局面，为我们带来一幅更清晰、更完整的外太阳系图像。LSST 会反复、周期性地对巨大的天空区域进行深度长时间曝光，把那些原本又小又暗的天体一点点挖出来。这不仅会大幅增加我们已知的柯伊伯带天体数量，也能显著提高它们轨道参数的精度。有了 LSST 提供的这批更丰富的数据，天文学家就可以在更大的样本中重新运行类似的聚类分析，看看这个所谓的内部核心在新数据里是否依旧清晰可见，而不是少数样本造成的错觉。届时，它们不仅能更精确地勾勒出这条内核的外缘和内缘，还能更准确地统计其成员的轨道形状、倾角等特征，并且在尽量校正观测偏差之后，判断它是否仍然能和 44AU 的已知核心区清楚地区分开来。如果这条 43AU 的结构真的客观存在，那么在 LSST 的深度巡天之下，它应该会像暗处的轮廓被打上灯光一样，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反过来，如果它只是一种由样本偏差、观测不完整造成的假象，那么当数据范围大大扩展之后，这种聚集就会被稀释或消失。新的数据也会坦率地告诉我们，之前只是看得不够全。所以，无论最后的答案是确有其物还是虚惊一场，这一次系统性的搜索本身就极具价值，因为它推动我们更认真地检查数据和方法，不管是证实内核的存在，还是用更好的数据把它否定掉，这两种结果都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外太阳系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最终确认内部内核确实存在，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这片区域的结构中发现了以前完全没意识到的细节纹理，为外太阳系地图又添上了一层精细刻度。而如果结果是否定的，这同样很重要，它会告诉我们聚类算法在面对样本稀少、不均匀的数据时容易出现哪些偏差，从而帮助改进今后在其他天文调查中用类似方法去寻找细微结构的策略。总之，位于43天文单位附近的这个候选内核，很可能是一块从太阳系早期就一直保留到现在的结构参与，像一片没有被完全抹去的远古笔记。如果将来观测和分析都支持它的存在，那我们对海王星当年的迁移路径，以及整个外太阳系是怎样在引力作用下慢慢雕刻成型的理解，都将会被大大加深。接下来更加系统、更加精确的观测，将决定它到底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划时代，还是仅仅是数据分布里一次看起来很像的统计幻影。感谢你跟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太阳系最遥远的边缘，耐心看完这段解说。
如果你对这样的宇宙故事还感兴趣，欢迎继续关注，我们还会带来更多关于太阳系、星系以及更大宇宙结构的最新发现与解读。